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这就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1、2、3哈。来，我们同时来告诉你这3张牌带来的今天的领取好运是什么哈。这3张牌带来的是说呢，你会有一个蛮好的改变机会，也就是说你要换工作啦，你要去申请学校啦，或者去别的地方念书啊哈。近期都是一个蛮好的申请机会，很容易通过有一个好运会跟着你。然后你这个阶段也很容易想清楚你未来的方向哦，这3张牌告诉你的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更多一点的勇敢哈，然后各种能量都有哈，有火的啊、水的啊、土的能量都有，是一个蛮聚合在一起的一个完整的能量。所以现在是一个决定新的方向哈，勇敢迈出下一步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哦。这就是今天的领取好运。那么这3张牌1、2、3，你选好了吗？你可以按照你的品味的喜欢哈，或是一些构图啊、颜色哈，如果让你最吸引你的目光，那就表示它跟你的共振最强，你可以就选它吧。你想看更久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选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来，接下来是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我心里想象的那个人已经出现了吗？已经来到你身边了吗？我们来帮你看一下整个情况哈。来先抽3张牌来看看整个趋势了哈，整个意识有没有出现哈？好，这张，我觉得已经出现了，而且它已经，但是它这边有一个重点是，必须要在你有一个转变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什么转变？你可能换了工作，换了环境，换了房子，换了租屋处，它这个能量才会跟随你哈。如果你现在还在原本的工作呢，原本的住家呢，还是什么的话，可能它不太会出现呢。最小的范围有可能是你有一个新的朋友圈。新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哈，如果你刚刚前面2个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在于你有认识新的朋友，他带你去认识新的朋友圈，这个机会就会比较大。最近你那一个人，你想象的那个人哈，你心中期盼的那个样子哈，你的心里的那个理想的样子，会在你转换了、跨越了一个新的领域之后才会出现的哈。他的意思是说，空间上有转换。那个人就在另外一个空间的内，你现在的这个空间他没有出现，他已经在另外一个范围里出现。所以呢，以上那3种你可以想想你有没有这个机会看一下。然后那个人他遇见你的时候，他就会对你蛮有感觉的啦因为圣杯骑士在这里嘛那个浪漫的感觉，那个浪漫的质量就已经在那里存在的，在等着你就是。我们就当做是一个墙啦，一个城墙你现在在城墙外，他在城墙里但城墙外的生活你也过得很好，你不需要到城墙内去过生活。但是那个人他是住在城墙内的，你必须要进入城墙内，认识新的人，认识新的环境，你才会有机会遇到他。目前这个人他是在这一个逻辑上才会出现我来再帮你看更多的。真的耶，他会出现在一个，我觉得他在工作场合上出现更多我们再把范围再缩小，他也有可能是别的公司来的，来谈工作的，来谈生意的或是学校他可能是个转学生，或是他是你在认识的别的学校的学生那个火能量跟风能量有一起来耶所以这个恋情的能量其实它是慢慢的往你这里走来，应该说它已经到了你们2个人的界限的边界了，所以当你跨越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然后它会对你充满好奇心，对你充满了一种不知道他遇到你的时候那个热情那个欲望就会澎湃的上升起来，然后他对你充满了好奇心，他会非常专注的观察你你有非常多的特色，非常吸引他因为连恶魔牌都在这里了。我以为是你看到他，你被他吸引住了，可是这里看起来是，其实他是被你吸引住的，而且他会在你发现他之前，他就已经出现在你身边了。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如果你有新的朋友或什么的话，有一些新的朋友对你有比较好感，对你比较主动的话，可能就是这一个人了因为他带来的能量目前都是在爱情能量上，我看到的都是一个蛮顺的主动性蛮强的，然后内在对你的欲望也有产生然后
他很快就会被你原有的一些特质给牵引住了哈。来，我来继续看一下他这个人的特质，尽量翻多一点帮你看一下。他是一个很会思考的人哦，所以他在观察你的时候，他其实观察的蛮深入的哈。他不过我有看出来，他其实对于感情这个部分还是蛮小心翼翼的啦，所以他还会观察的蛮久的。我目前觉得哈，他就算已经看到你了，他心里还是会有点却步，因为他可能上一段恋情的结果并不是很好哈。他心里从一个崩坏期修正起来，我相信在牌面上给的讯息是他已经恢复了，但是阴影没有离开，心底的阴影没有离开。然后他在之前的事情已经找到自己的价值，他更认识自己，其实他也更加喜欢自己哈。他其实，在之前的故事里，他已经确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目前啦，他已经确定了某一个架构，未来的方向哈。他其实蛮相信自己的直觉，更加相信自己的实力，更加相信自己的经验。他从之前的事件里面，不管是爱情还是工作上，他有一个挫败感，对他打击很大。他从那个经验里面重新爬起来之后，他确定了自己内在的真实想法跟内在的真实价值，然后利用这个内在的真实价值跟真实想法，已经往他的下一个目标往前走了一段时间，而且都走得蛮顺的、蛮成功的。所以他现在对自己的想法跟各方面都非常的确定，也因此，当你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确定就是你。然后在这个过程里，他非常的观察你哈，他也会审视自己的心意是不是只是一下子，只是3分钟热度哈，看起来是不是？因为他有蛮成熟的阶段性的观察自己的心意，还有你的反应或是你的样子去看你。他在认识你之前就已经观察你一阵子了，哦。所以，如果你要找到他的话，我觉得他会是吻合你想要的个性，跟吻合你想要的外在都会有，但你可能没办法看他看得那么深入，因为他其实有在隐藏自己的真实表现，哦。然后，因为他花更多的时间再来观察你，他在你附近啦，他会在你附近，但是我必须说，刚前面有提醒的哦。你必须要要有一个新的空间里才能够遇到他哈，一定要有新的环境、新的朋友圈什么的那种，看你然后他不在你现在原本的那个圈圈里。然后呢，他喜欢你是喜欢你对于生活的想法、价值观跟人生的一些基础目标，就是你想要这个月做到多少，存到多少钱啊，做到什么目标啊，想要升职啊，想要去念书啊什么的。他喜欢你谈论这些东西，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稳定、很扎实的事情，因为他本身也是，然后他本身也是喜欢有远见的人，喜欢看得远的人哈。然后他其实没有那么在乎小情小爱啦，就是说他之前的伤害、感情或是各种伤害，对他来讲，就只是一种经验，他很快就把它转换成一种动能哦，未来驱动他新方向的动能。即使这2张这样同时出现后，我还是觉得这个力道不够大，因为它有，比如说有这个牌、这个牌，还有这2张牌同时出现说，我觉得这个能量已经压过这个大牌所带来的那一种冲击感，因为他们先出现了哈，我觉得这种稳重哈，这种稳重跟这种内在的结构蛮坚强的，这个现在的他，我觉得是因为这一个造成的。因为他后面出现了，我就不会我的感受就觉得这是先前的事情造就了现在的他，因为他这个牌面的位置也是这样子。然后照了顺序来说呢，我觉得他也越来越在乎一个人本质的价值啦，无论是他喜欢他自己的，还是他喜欢的人哈，他都很在乎这一件事情。所以你放心，当他看到你了，发现你的时候，也同时确定了你这个人的本质是好的哈，所以你可以由他来 double check 你的本质是好的。我相信你本质够好才会遇见他
哦，因为一开始前面就出现恶魔牌，表示你这个人是充满魅力的，不管是，然后又是这里哈，因为它这个死神牌，它里面有4种元素嘛，有小孩、老人、妇女，那个教宗国王哈。他在这个转换期，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一个全新的转换期哈，你已经转换过，你准备要转换啦。然后你准备要转换的时候，你有各种经验让你转换哈，感性上的啊，同财上面的哈，还有一些家庭上面的哈，还有你本身的本质的各方面都有一个升级之后，你会进入了新的空间里，也会交新的朋友。最低阶就是最基本就是会交到新的朋友，然后他最基本也有可能就在你这的朋友圈里面出现。但我更多的感觉到是你会在新的工作或者新的居住环境，但是碰到朋友里面出现他的机会确实是比较大了，因为那个机会是流动的哈，它会一直重复出现。好，然后你因为这个转换之后，其实你的本质在他面前的时候，你们两个认识的时候，两个本质是平等的哈，是类似的。就是等级是差不多的，所以你们才能够互相遇到哈，他才能够这样子这么专心的看到你哈。目前看到是这样，我再翻2张看一下他。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哈，他之前一些感情啊什么的，他都已经知道怎么不被影响了，情绪上的东西他已经远离了，他没有被那些小情小爱拘泥着所困扰着，他没有，他已经知道用什么方法去突破、去改变了，他没有被这些东西困扰着。他是一个蛮内在茁壮的人啦，强壮坚韧的人哦。不知道有没有符合你的想象哈？但是我觉得他整个内在的架构都蛮好。你看这里哈，宝剑就出现了国王跟皇后哈，这种细腻的分析，很物质、很理性，可是却带有柔软的部分，留一个柔软的空间给自己。他又有很好的领导能力，但他又有留一些很慈悲的部分在自己，表示他的内在是很完整的。他不会强人所难，他有怜悯心，有恻隐之心，能理解别人哦。然后他心里又有一些很澎湃的动能，能够催促他去执行很多的事情，他能够往前。其实一般来说，你们来看我的翻牌，我大部分都是我的意念上是去挖掘一个人的好的本质。我不太在意去挖掘一个人坏的本质，因为我觉得，坏的本质或是坏的人或者坏的这些东西，其实你们多少都会发现啦。但我更希望能够强调一种好的本质跟正念。我希望你们多看到人的好的那一面，所以我会尽量在牌面上去把很多东西都往一个人的好身上去形容，除非真的太差了，太需要我去提醒我才会提醒。可是大部分我会希望你们习惯性去看人的好的那一面，因为这像是一个镜子。你习惯去看到好的那一面的时候，你会自然的展现你的好那一面，你会强化自己的好的那一面，同时你会修正你自己自知的坏的那一面，不是吗？那每个人也都需要一个全新的机会，让别人认识他好的那一面，而忘记他已经修正掉的坏的那一面或他的缺点，不是吗？我喜欢这样子的态度去解牌了哈。我不一定会看到说像这样子牌出现的时候，我就会我不会立刻就说他内心受伤了，他需要拯救，所以他现在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不会这样觉得啊，因为我其他的牌让我发现。这只是人性的一部分，他悲观过，他受伤过，可是他现在的他是好的，我就会强化他现在的他的这个部分来告诉你们，让你们有更多的希望，更多的正面去看未来你将遇到的这个人。即使没有，你也心里也充满期待，你会改变你看人的角度，改变你看人的看法。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话是没有被提醒的，你不知道你可以这样想，也不知道你会这样想，你脑袋的词汇没有这样子形容过，所以看牌的时候，我会尽量给予你，你们接收到的时候，以后你们会有更多角度去欣赏任何人啦。好，回到这里的话，这个人他不是很拘泥感觉跟情绪，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情会让他混乱，而且对于现实生活感会造成很多的摧毁，他不喜欢，他认为没有效果。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认识的时候，你们会是一个相处非常融洽的人。哪方面会融洽？对于生活感，对于未来计划，或是你们的兴趣可能都还会雷同哦。因为这里有看到很多所谓在指引未来方向的一个讯号，不止一个，两三个讯号。这里也有，这里也有，这里也有哈，然后这里也有哦，还有往内在去探索的讯号。所以我会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会非常在乎去探索你内在的一些宝物，甚至是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宝物。这是你们两个契合的地方。你们对于好奇心这件事情的着重跟好奇心之后的解答，你们都非常的认真哈，也非常的在乎，这是你们两个契合的地方哈。目前看到是这样，来我们再往下翻哈，翻看看你们我再帮你多翻一下他啦，他的现状哈，他的现状，或者再看看你们的距离是否远，还什么哈。如果我先提醒，如果你现在并没有什么要转换空间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搬家、换工作、认识新朋友，但我必须说，你至少多出去一些你没去过的场所，哦。几乎我每次都会讲一样的事情，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创造空间的方法，就是跟朋友出去，自己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哈，然后去认识新朋友，这是一个最基本创造空间的方法。有的时候有些能量在等着你，但是你没有去领取。它还是在那里，但是你没有去领，就这样而已。哦，来，继续来看，我继续来看你跟他之间的哈。这个时候出现宝剑三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探索你自己内心的一些伤痕。你自己内心的有些伤痕还没有处理完的时候，你很难跨出下一步哈。然后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草率的决定感情的方向哈。所以我先说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前，你内在的一些旧感情的伤痕跟旧感情，你时常回忆的一些旧感情，你割舍不掉的一些旧感情，那些遗憾什么的，近期我希望你好好的把它在心里找一个箱子放进去之后，先锁起来，因为它对你没有帮助，你也没办法解决。锁起来以后，等你比较成熟了，等你看的世界更大了，认识了这个人什么的，那个箱子会越来越透明啊，那箱子会越来越透明，里面放什么你会慢慢的忘记掉，感觉会慢慢的忘记掉，它已经不再会变成遗憾了，它只是会变成是一个事件而已。哦，你无感的事件，或是些微感受的事件，这样的事件才会变成一个回忆，会变成一个谈笑风生的回忆。哈，你需要做到一个，你可以先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哈，好，他现在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他已经非常富足了，而且非常悠闲，压力蛮少的，他对自己非常满意了。哦，他也可以往前冲什么的，但他觉得目前他已经做到很多他喜欢的东西了，而且很多人喜欢他，不是就你是还没有发现他的人，可是他身边已经有蛮多人喜欢他的。不过就像刚刚讲的，他没有那么在乎啦，那么在乎这些情感，因为他想要他没有想要。我的意思是说，只有更强烈的感受，他才会触动他心里那一个想要谈恋爱的心情。他现在没有特别想要，他自己一个人就很 OK 哈。你的出现会是一个新局面的开始哈，这里哦，你会带来一个他从来没有的好奇心。应该说，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可是他在你身上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好奇心，好奇一个他从来没有遇过的一个结构、一个模组、一个样子、一个形态，都是用什么东西形容都 OK， 都可以。反正就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全新的数值这些的。然后它的水能量其实没有那么多啦，所以它没有那种很冲动的水能量，它是会慢慢的匍匐前进的靠近你。当他发现你之后，他会用一种偶尔跟你聊聊天，然后就走人；偶尔跟你聊聊天就走人；偶尔跟你聊就慢慢累积跟你的互动次数，然后慢慢累积他对你的情感跟情愫，这样。这是个比较保险的做法哈，但是当你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目光跟他的心里的那个目光其实是很难离开你的啦。只是因为在初期阶段，他做的很多事情还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可是他心里的那个爱情的灯已经打开了。
好，那个指引它的灯已经打开了，当你出现的时候。好，我再继续看哈，你们两个的能量现在流动的情况。这时候出爱情牌，我觉得蛮奇怪的，因为我觉得还很遥远。爱情牌会说：“哦，好吧，那我知道了。”这个爱情牌是要联动，我觉得他这个爱情牌这边翻起来，所以他是要联动这个了圣杯骑士。我刚刚也在想说圣杯骑士去哪了哈，因为我有感受到你们两个有一个遥远的东西在把你拉进他身边哈，可是我又发现我又没有发现水能量很强，然后好不容易出现的水能量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或是一些比较讯号不稳定的一种水能量哈，它如果牵引你们的感情，我就是觉得都不顺，好像是拿着一杯水乱洒哈，洒了到地上，洒了到地上，就这样而已。它不像一个河流，或是一个长时间的下的毛毛雨哦，有一个下了30天的毛毛雨那一种很固定的水能量，没有这个东西出现。我刚还在想这件事，所以我还在探索说到底是什么让你们迁就这个牌，恋人牌跟圣杯骑士就出现了，我就看到了有一个勇往直前的水能量有在。不知道是往你这边去，还是你往他那边去哈。我比较感觉到的是，他心里有某一种渴望，而你的能量符合，所以他内在有一个意识哈，在遥远的地方把你慢慢的拉近他，哦，慢慢的拉近，但是必须说中间还是有一个城墙挡住，哦，你必须要想办法打开那个城墙，进到城墙的另外一边，你就把它想成说。有一条河哈，它上面盖了一个城墙，哦，你知道这个河要流向城墙的另外一边，但是这个城墙有一个门，它没打开，所以你不知道你坐了船，在这个河流上坐了船之后，到了这个城墙的门之后，门没打开，你不知道河里的另外一边长怎样。现在你就是需要去打开那个门的时机了，那个门没有钥匙，只差你要打开。怎么打开？什么样子的打开？就像我刚前面讲的，要进入新的朋友圈，也有新的工作范围，可能也要去别的公司探索或什么，不知道。反正你要有个空间，全新的空间去打开，它在那个另外一边。好，那这个联动，你们的那个水能量联动已经出现了啦，所以就只差那个门打开那个通口嘛。如果现在出现了世界牌哈，我就会觉得门打开了，但是没有出现，sorry。它在底下的时候有世界牌在下面，但它都是一个很角落、很角落的世界牌，只是在暗示需要打开门，并没有帮你把门打开。但出现了女技师，哎，我发现这个门好像是个新门哦。它不是一个物理的门哈，其实你换了空间去认识新的朋友或什么的，但你的心里有几扇门还没打开，还没找到一个稳定。我希望你在今天看到这个牌，得到这个讯息跟暗示的时候，请你花一点时间去把你心里一些旧的伤口、旧的伤痛整理一下。记得像我刚刚说的，放到一个箱子里，然后上锁，藏在心里放着，没有让你丢掉，你就放着。你看不清楚，也没有要触摸它，也触摸不到，只知道它是一个被放在里面的箱子。它就会慢慢的变透明，慢慢的淡掉。你会觉得遗憾吗？时间久了，你接触的新的人久了，你的生命的故事听多了，听更多了，你不会觉得那么遗憾。它只会真的会变成一种事件，再慢慢变成一种记忆。好，那个会一直强烈触动你的人的能量，其实也在慢慢的消落。它没办法像之前那么触动你了。好，它没办法像含羞草一样。你是含羞草，轻轻碰你就说起来了。现在没有办法，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轻轻碰就没有，它必须要大力拍打你才有可能你会说起来。现在已经没有到那个程度了，或是你要让你自己变成即使拍打也不会说起来的含羞草的那种形态。可是我相信时间会慢慢推移，让你变得比较没那么敏感了，对于之前的事件或回忆。好，这边的牌都已经帮你往未来走去了，过去只是一些需要整理的东西而已。OK。好，这就是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1号牌的这里面讲的比较多东西哈，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牌面上象征的诠释哈。如果你喜欢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好，希望有帮到你，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你心里想象的那个人出现了吗？然后你们的发展会怎么样呢？我们机会见到面啊，后面的互动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帮你看看哈，大概就是这个范围。好，来，先帮你。
还有机会抽哦。我已经这样随机抽了，怎么牌面还是跟第一组这么相像呢？但是顺序不同啦，意义就差很多哦。来，它已经出现了，但是它在你背后，它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啦。但它已经在你附近出现了，你们的范围是一起的、相同的哈。然后它可能躲在你一些老朋友身边哈，它躲在你一些老朋友身边，或是你一些旧工作、旧同事的身边哈。然后你可能还会再接触到他们，但你没有发现他就在附近。因为他好像也还没进入你的朋友圈，或是跟你们一些私生活会混在一起出去玩的人，他没有，但他会偶然出现在你的眼前，但你没有发现他哈。但他一直在看你啦。我发现你的魅力跟你的外在各方面有吸引到他，他还在看你。而且，如果以今天的题目来说，你想象中的那个人存在你身边吗？你都已经想象了，那就他就会符合啊。所以为什么你没有发现呢？还是你心里想象的那个人不确定呢？你只是在想象一个人，还是你想象的都是一些电视剧里面的明星？那种人会出现吗？你的内在意念的那个画面具体的不够具体，不够明确，选择太多，样貌太多，每天都在变换，还是你其实只是想要一份爱情，谁都可以？还是你只是想要感受爱情，然后主角是谁都可以？然后今天这题目说你心里想象中的那个人会出现吗？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怀疑，什么是你心底想象的那个人？如果没有最好啦，我觉得没有最好，因为你可能会找错人。我必须说，那个人现在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你没发现，表示你还没发现他的好哈，你还没发现他的优点。有的时候，我们看人是一种模糊的乍看的行为啦，他没有，你没有办法多清楚的看清楚一个人啊。要是乍看很像一个 NPC 在旁边出现而已哦。目前他确实很像 NPC 在你的生活里，但他已经注意到你，你没有发现到他。他要怎么浮现呢？这里看到的是你心里必须要认真的许愿，你心里好像没有很认真的去把这个好奇心跟意念提出来，或是说没有很具体的、很精确的把它提出来。你只是很想一份爱情，但这爱情的形容太抽象了，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样子哈。嗯，我的建议是，你可以以你现在的生活周遭的形态里可能会出现的样子，你在心里许一个愿，在你现在生活周遭希望能够出现的最好的样子，你在心里许一个愿，给一些意念啦，想办法用意志来显化哈，跟宇宙下个订单看看，然后它会有助力让这个人显化在你附近。他现在已经有一个人出现了，为什么出现了还要去显化？我觉得他只是在显化他的出现能量了。来帮你看一下这个人，你看他已经在附近了啊。咦，他还是一样，他在你背后。你找不到他诶，他除非自己浮现起来诶。诶，我这边看起来是选到号牌的朋友，你找不到他诶，他必须要自己浮出来。哇，这个有趣，连续好几张牌告诉我你找不到他，你的主动性没有办法影响他要不要出现呢。所以通常以这种概念里，我就会说，你保持现状，必须然后再强化你的个人魅力，把它引出来，它会慢慢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你要更细心的、更敏锐的去感觉一下，有没有人对你特别的好，有没有人特别的闪躲你，这也是一件事哦。我觉得特别闪躲你也是一个习惯，是喜欢的一种哦。其实也有一种哦，有没有人特别爱做会让你讨厌的事情？那个也是一种喜欢哦。因为其实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其实真正最爱你的人是，其实那些感觉好像很恨你的人，其实他们才是最爱你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他的爱的转换是两层的，哦，他已经是两层的。但是我不希望是这样啦，因为这会让一个感觉上一开始误解，但是他也有可能是不打不相识的情况也有哦。但是今天的情况还是取决于你的魅力表现了，你的人格特质有没有办法让他
按耐不住了，要去跟你表达了哈。目前你现在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哦，因为他藏的蛮里面的，他没有准备，目前是没有准备要出来。目前他在的位置，我看到的是他是说是用侧身的方式去偷看你，然后会在你附近出现，一闪而过，偶尔出现，然后看到你这样。他对你的喜欢大概是这样，他也没有现在也没有特别想要去进入你的生活圈，去对你迈开那一步这么多哦。但是他对你有蛮多的幻想的，就是跟你在一起之后的幻想啊，带你出去吃、出去玩啊，或什么。他有一些你们两个未来如果交往之后的幻想，在他脑海里出现哈。但是他现在宁可先不要出现，因为他自己有敏感到，他觉得先这样子就好。但为什么好像没有？哦，不过他离你蛮近的耶，我有发现他离你蛮近的。目前看到是这样，来，我帮你翻更多他的能量哈。然后看看他的话，用这个看一下他的能量的话，用这个。既然是他躲在背后的话，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躲在背后是在看什么。来，好，目前看起来哦，他我目前看起来是他觉得他还不够好，他还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反射哈，他觉得你很棒哈，可他觉得他自己还不够好现身在你面前，他还在努力变得更好。然后他在你面前，他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幼稚、比较孩子气的人，他觉得你比较成熟，你比较大人。他是你跟他的对比之后，他的心得了。那实际上是不是不知道？他是这个也不算他不算是他的自卑，他其实蛮有自信的。然后在这个死神牌这里出现，所以他蛮有自信，他能够面对很多很困难的事情，他自己心里知道。可是他面对你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小孩子，然后他有一点却步，他觉得他跟你相处起来，他可能会展现出蛮多他觉得不够成熟的部分，所以他还没有要显现出来。所以他现在都有点在环绕在你附近偷看你，他就觉得很满足了哈，至少好。可是我这边有看到的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的好，不知道自己够好，可以现身在你面前，还没有。我觉得他还在偷偷看你，还需要一段时间哈。看一下，多需要的是那个时间感哈。假设从牌边上，我想知道一些时间感的东西。好了，他的他其实有做一些事情在引起你的注意，但是发挥不了作用哦，因为他也没有很全力的在吸引你的注意，他只是偶尔哦，有点戳你一下，戳你一下，但是你没有反应哦。然后他有想过需不需要靠他的朋友哈，或是别的同才或什么出现在你面前，让你更加印象深刻。他有想过，但他没有做。他即使有人可以帮他，但他没有要求哦。我觉得他被自己的爱情上的自卑感退缩了，但其实他没有这么差，他还蛮好的，因为其实有蛮多形容这个人的能力跟内在本质的，我觉得都建构的还不错。他只是被自己某些旧阴影旧的阴影，所影响了，被他自己的旧的一些心态上感受到了旧的阴影所影响哈。嗯，他还是真的很遥远的在偷看你啦，但他真的没有准备要浮现出来耶。他比我想象中的躲得远，躲得深哦。你就算认真去找，你也不会看到他，找不到他。他没有，他已经习惯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帮你看一下，
到底他大概还要多久啊？直接问他那里这半年他会不会有露出来的机会，跑出来的机会？机会目前小，自己没用啦，他要靠朋友啦，他要靠朋友2张了，他要靠人帮忙哈。然后有恶魔牌出现了哦，时间还拉的蛮长的耶。我没有在看第几个月没有，我是直接想6个月内的几率高不高？我觉得几率不高，除非你们两个中间出现了一个朋友贵人，突然把你们两个拉近，你就会发现了。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有第三者介入在你们两个，他是朋友，他是你们两个共同朋友，哦，然后还要等一下，他已经在慢慢进步了，但是还要等一下。然后恶魔牌出现，只是确定说他对你的心意是有稳定下来，他是确实是你有吸引到他一些，然后也有告诉我这个人其实你会喜欢，他只是还没浮出来。我来针对一下这个牌翻的，真的要朋友帮忙嘞，到底出现已经出现3张了。你们关系需要靠第三个人来勾起这个桥梁了，不然你要慢慢等他浮出来，还需要有一阵子，因为他现在内在各种思维想法都还在慢慢的处理，很温、很慢、很扎实、很内在、很实在。他希望那种是实在的，不是乱来的去跟你出现。他还在整理自己，还在花很多时间哈。所以这半年来，我觉得他还要躲一阵子，但是必须告诉你，他在你附近啦。如果你硬要挖的话，你仔细观察，确实会有这个人哈。他在等一个时机点，然后等一个契机哦。其实他在慢慢的，接近你耶，他在慢慢的接近你，他还在找时机浮起来哈。但是他每次想要浮起来，告诉你什么让你发现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了。他会磨一些自己的心魔，内在一些心魔就沉下去。我觉得你不要埋怨他，我觉得也不要怪罪这个现象，我觉得也不要抱怨为什么不赶快，因为你一急，他会跑得更远。你放轻松做自己，展现自己，好好想你的生活的时候，他反而才会比较靠近你，因为他能够看清楚、更欣赏你，看到你更多的优点。你一急，越渴望爱，越什么的，他就会觉得你不是，他不是你在渴望等待的那个人。这是一个能量的转换的变化哈，所以他的出现必须要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时间点出现，或者是那个朋友贵人出现的时候，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或注意到了。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朋友贵人？因为有的时候两个人适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并不知道他们适合，而是别的人看出来这两个人适合，然后让他们两个介绍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就一拍即合。那这个朋友贵人他必须要非常了解这两个人，而且他也才发现说这两个人明明很合，为什么他们两个没有交往过，没有在一起？要有这种先知型的角色的朋友出现的时候，你们两个才会提早遇到，然后见面。确实是会有这种故事，也是很常发生的好，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契机点会让你们让它浮出来，或是比较快就让你遇见？没有，没有，我觉得都还很遥远。要必须确实还是要第三个人去改变这个状态哈。你们两个自己的能量没有办法彼此影响，让它浮起来。没有，我觉得这靠第三方力量的能量还蛮强。还有一个第三方能量是时间，时间还需要再等一下哈。第二代是这样哈，来。我再来看一下，我再帮你翻一下你的，我来帮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可能自己，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是你有没有什么可能能够让你自己让它浮现出来？你需要多做什么事情吗，或什么的哈？我帮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可能多做什么事情就会影响它了？我用这张牌好了。头尾牌先抽。
没有我觉得你不需要主动了，你只要好好的把你自己做好哈，一直，我觉得你现在满满的，你现在好好的提升你自己的现在的优势、现在的优点、现在的工作各方面，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可以慢慢把它进步进阶，这是唯一的方法能够让它浮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的作为，你的能量正在牵动着它正在决定的他的冲动值，我们需要他更冲动哈，所以你需要更好或什么的，因为你更好更什么的时候，也许会有竞争者或是别的喜欢你的人出现，或是他会误以为你开始有别的人喜欢你，因为你的某些改变会让他观察到，然后他会觉得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会有些改变，你为什么会有些进步或是什么的，他会发现你身边会多了一些其他人哈，他会心里会有一种紧张或什么，他就会浮出来了，他就会出现了。但是我必须说，这个人其实还可以。他就只是那个点有，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是你心中所想象的那一个人啦，所以他说这里面说有，就表示那个人很接近你内在心理潜意识所想象的那个人，所以不要太担心说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其实不是你想要的，其实没有，他现在只差一小步浮现在你面前而已哈，但你真的没办法做什么这些一些未来牌、开创性的牌都是一些反向的，有点像是。它不是让你靠近它的，它是让你远离它的一些讯号。这个远离比较像是说，叫你不要主动去靠近它，因为它会自己在你面前浮现。当你主动靠近它，主动做一些事情要去找它，可能会影响这个磁场。反而现在比较像是你们必须要保持一个距离，就是你动它就会动哦，你动它就会动，所以它会慢慢的在某些空间或是它的能量，它会慢慢的拉近这个距离，但是它会保持一个距离。但是如果你主动，它一定会这样动，因为这个距离是靠它在看它要近要靠，不是在你啦哦。所以你现在只能把你这个能量变大，让它慢慢的被这个能量吸引过去，吸引过去，吸引过去，这样子就对了。好，再帮你翻2张看一下哈。好，其实有说了，他的能量，他的一些爱情能量，其实有在慢慢往你这边迁移了哈。但是他每一步、每一小步都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想自己适不适合你，这是他自己的内在的困扰哈。他其实蛮有责任感的，他还在想他适不适合你，他什么什么，他会给你带来困扰或什么的，他还在观察你，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什么。他其实内在有很多这个思维，但他确实是慢慢的朝你这边走来，是靠一个爱情的能量往你这边走来，他被你某些魅力所吸引住了，哦，是一种爱情的魅力哦，不是一些工作上或什么的，他对你这个人的本质的一些成分各方面，他已经被吸引住了，所以他一开始被吸引住的时候，他其实有点慌哦，所以他还没有慌了。其实那一瞬间，他才决定让你不要那么容易发现他，他想先躲起来，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哈。当他发现他喜欢你，他反而先想躲起来，不要让你发现哈，有这个讯号啦。但所以你不要去找他，他要浮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浮出来。好，好，那这就是选到2号的牌的朋友，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牌面上的象征的诠释哈。我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但我也希望你就不要急，它该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哈。你现在也有很长的时间，或是很好的时间，可以把自己准备的更好。你不一定吸引到的是他哦，有可能吸引到的是跟他类似的另外的能量，也说不定哦。哦，记得哈，你不要用等的方式去等，你要边走你的人生，边让机会不断的浮现，这样子不要去等哦，会浮现就会浮现，该是你的机会，它会浮现给你的。好，只要你够好，只要你够相信你很好，就会浮现。好，如果喜欢的记得按赞，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你来听。接下来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心里想中的他已经出现了吗？那个你心里在期待的他出现了吗？好，来帮你看一下现在整个情况。通常都是会出现，可是他到底多远，在哪里，什么样子，什么模式？哈，我们要帮忙帮你翻出来哈。来，哦，嗯，这里有一些冲突诶，他是出现了，但是没有看到他对你的喜欢的能量有出现。他是出现在你附近人，但是你们彼此的爱情能量还没有牵起来哈，还需要一段时间，你才会感受到你喜欢了某个人，然后那个人就是那个已经出现的那个人。你虽然题目是说你心里所想象的那个人，可是他好像不是选到3号朋友，你心里所想象的那一个，好像不是一个具体的外貌或什么，好像是某一种你们想象中的感觉，或是一种爱情的模式。
我觉得现在看到的比较像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们的爱情的联联动还没有出现，然后彼此对于爱情的渴望跟想象都还是处在最基本的，就是想要两个都是有想要，如果有人在一起还不错哦，可是都没有很确定，或是没有发现其实附近就有人很适合了，没有诶、哦，他这里魔术师牌，他其实讲的是，我觉得在这里出现，他在讲的是他正在显化的过程中，还没有显化出现，他还在过程中哦，因为他还有这个部分呢，还有一种捆绑，还有一些内心事情没解决，还有一些内外都有很多事情没解决哦，所以我比较像是说他在显化，还在显化的过程中，然后这显化的过程中有一些阻碍哈，但是又有朋友会帮忙，但是就需要花蛮多的时间哈，有一些对未来的想象还有存在，所以才能够让你们有那个动力去显化。心态上，两个人的心态上都还是处于一种幻想哈，幻想还没有实际面接触，因为两个是没有实际面接触，时间还很长。来看一下两个人有没有最讲到这么遥远吗？先看这两个人的能量连接有没有出现，还没有诶，两个人对彼此的渴望的火焰才刚起来，但是还没有到彼此身边，距离表达出距离跟有阻碍的牌一直出现哈，表示你们两个的距离真的拉得蛮远的耶，都是一些有东西还让你们中间这感觉都是中间还隔了很多，像这个哈。宝剑十，它虽然是宝剑十什么已经死什么已经受伤的，然后什么的，可是它这个它有一个暗示是，他看了一个遥远的远方，远你们两个距离远，然后愚人牌就是他有一个要跨越，他要去跳跃的到一个下一步哈，它也是一种从原地到下一步，表示这还有一个距离。那这个是他跟别人的竞争掠夺了，然后什么有私心去战胜别人什么的，可是让很多人远离他，所以这是一个距离。然后这个是你需要修养什么的，修养再起来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长度、时间的维度，你才会修养起来变成好的人。这也是在讲一个距离，表示你们两个其实是现在距离还蛮远的。它是出现，那你们距离真的还蛮远。像这个审判牌，它也是要从一种死亡重生，然后两个人觉醒苏醒，它也是有一对段落，它是一个段落，它也是一个有距离的暗示。连续出现这个，我就觉得你们的距离真的还蛮远的。现在，所以我才说你们两个没有发现彼此，你也没发现他，他也没发现你，但是他已经出现在你的生活周遭了。可是彼此的那个感情的想法、感情的情愫就没有起来。唯一有暗示我有起来的是这个，还有这个，但这个我觉得它处于一种幻想，因为它在跟这个牌一起组合起来，我觉得它处于一种内在的幻想，它并不是已经实际有的一个状况。但是唯一出现这个火能量，它从1号牌出现的时候，就表示你们的联动有开始，但是它还就只是有一种在这一个空间、这个范围里，让你们彼此出现在同一个空间的能量而已，它还没有牵引两个人的能量出现哦。我再继续往下看，来，我来看一下我们两个人的距离跟中间到底，就是再帮你多翻一些牌，看看两个人。好，看一下这个，这个好了。你们还有很自己的事情要做啊。我觉得，渴望爱情这一个能量不够强哈。两个都是哈，都在自己的生活在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你们的专注力都在这里哈。你们今天会来看这个，可能心里有一些寂寞或什么，希望好奇的知道说出现了没？出现了，但是还是很远哦，还是很远啦，这些都还是很远，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哈。然后好不容易有的水能量却是国王哈，国王一种又用一个比较理智的状态去看一种情感的面貌哈，它比较像是一种土壤哈，可以用来种东西的土壤在那里，可是我没有看到有可以耕种的一个东西，它就是有准备好让你们有爱情的机会，但是没有人来耕种哦，现在就没有人来耕种。然后这好不容易圣杯七后，确实是无助眼见，就是你彼此都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哈，基本上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没有没有设出清单，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这里都有哈。然后一种生活感啊、现实啊，一些比较实际面的东西，都是处于一种初期，就是对于期待爱情这个东西没有太多的想象，对吧？都是在一些初期的。然后权杖国王在这边出现说，反而觉得你们把自己的现在的热情跟一些对生命的渴望跟一些都用在跟爱情没关系的东西上面了。然后生活其实还有蛮多繁杂的事情在处理，爱情的能量或爱情的期待感在你们两个人之间质量非常小，没有什么强大的能量已经被宇宙探测到，然后把你们连在一起了。我想啦，选到三号牌的朋友，你自己内在对于爱情的渴望跟想象啊的画面跟具体的想象不够多哈，你可以再多加强一下这个意念哈。来，不然再翻一下问题出在哪？要不然多翻一下，我看看问题出在哪。1、2、3、4、5、6、7，这7张我来看。因为我觉得出现太多金币跟权杖，所以才让我觉得很多那种感情出现就消灭，出现就消灭，出现就消灭，感觉就没有集中力，集中的火候不够多。曲光出现了。你们的我觉得你专注力要再多放到自己身上一些啦。你自己渴望什么，想要什么，我觉得不够明确，你自己内在没有不够明确哈，只有一点点的想象而已。比如说，我很想要一份爱情，然后内在就有说，比如说你可能去求月老，就说哦，我希望有一份爱情。可是你去求月老的时候的那个内容没有很扎实啊，你想要求怎么样子的爱情？你希望他怎么样？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他是什么什么？然后他能够带给我什么样很明确的这种内容哈？我觉得三号牌的朋友有很多人没有这么明确哦哈。所以你喜欢三号牌的时候，都是给一个很遥远的人，而且那个人跟你差不多，也是没有很明确啊。所以这比较像是一种配对，就是数值比较接近的就配一配而已的感觉哈。像前面两副牌的时候，第二副牌的人是可能没有想得很清楚，可是他心里非常渴望，渴望的值非常高。然后第一个是非常具体的渴望，具体的样貌什么都有。可到第三排的时候，确实出现了那一种就是比较抽象的想象了，就是心中可能有一种可有可无，可能也没有很久或什么就可有可无，可是还是要有一点意念要再更增强才能够显化这个人出现了。水能量现在有出现啦，但是水能量都有一种逆向的水能量。就是背离了水能量的概念比较多，然后圣杯皇后所出现，它并不是在告诉我说爱情要来了或什么，它比较像是要把这个能量弄得比较平稳一点、温和一点，所以它就会变成是它是一个不动的水，不动的水你就跟它就没有办法联动两个人的水能量啊，然后它这里给了圣杯一，也只是能量结就一级而已，刚开始，跟前面翻到的权杖一差不多，就是刚开始应该都是给一，都没有给很多，好不容易给多了，都是给一些没有很想要的牌子，除非除了就这一个啦，除非就权杖国王比较多能量，有那一种渴望，可是因为旁边能量都太强了，让我觉得都被压掉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选到三号牌的朋友，你内在你可能觉得你很渴望，你很想要，不然你不会来看，这是没错吧？可是为什么会到三号牌的时候发现，才翻出来说发现你们内在能量其实没有那么强，是因为你真的内在没有想得很清楚，你有多想要，你有多需要，为什么你需要，你需要了之后会什么样，你想要跟什么样的人相处，还是什么，还是你只是羡慕别人有了你也想要有，这就会变得很混乱。你要有更清澈的、更清晰的渴望爱情的这个讯号出来，好，然后它才比较容易显化。
但是也不要在外在表达的非常的我在找一个人。你如果特别去找一个人，这个魅力就会落掉了，反而不会吸引到对的人。你必须要在内在只有你自己知道，说你非常渴望一份爱，是像什么样子的人这样子哈。然后尽量不要去希望渴望说像什么电视偶像明星那样都要渴望出现。那个第一太遥远，第二那个太梦幻了哈。你本身就渴望一个距离很遥远不可能会实现的一个画面，你要更扎实一点，从生活周遭去渴望一个适合你的生活的人什么的，在脑袋里想象出来，或是想象什么样的情况，那个累积的讯号在心里够多的时候，那个显化的那个怎么讲文字啊、讯息啊那种暗示才会够多哈，才能够把跟你雷同的人、适合你的人，才慢慢才会出现在你的那个生活里。现在有这个人。现在有一个蛮适合你的人，蛮适合你各种方面能量比较能够匹配的，但是太遥远，因为两个人都属于同样的思维方向，就觉得差不多啊，有啊什么就好了，要有这个讯号。啊，再给你看一下，还可以再看，我再看一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啊？牌子是不是会给你一些建议？好，然后我翻别的牌看。对于怎么有没有办法去提升这个破除这个僵局啊，或是消弭这个僵局，或是拆掉一点点哦，有没有机会？还有些暗示。先看这几张就好了。他只说还需要等，还需要等哈，需要等，然后去多。你最近可能认识的人不够多哈，或是接触一些新的人，或是跟朋友出去认识新朋友的交际应酬的机会好像变少哈。因为那个人虽然离你很远哦，但他不是一个物理上或是生活圈的远，他其实没有生活上、物理上没有离你很远，他只是心还离你很远呢。就是意思是说你们两个人还不太能够互相感受到彼此的心意哈。因为两个人对于这个的渴望或是心里想的东西都不够明确，所以连接起来连接不够，然后还需要再等一下哈。然后这里出现这个两张牌都出现了，表示你真的需要在更多的认识朋友或者跟朋友出去，才有可能会把你们两个的距离拉近哈。因为他会可能会一次一次的出游之后，然后那一个人才会莫名的被拉进你们的朋友圈，或是被他的朋友拉近靠近你的朋友圈，因为这两张牌有出现了，是有机会在短时间内，因为是爱情牌，所以我觉得是短时间内你们两个会有接触到，你们两个会有接触到，可是两个人的心都对于爱情的渴望还不够完整哦，不够明确，不够扎实。哦，你看难得出现的圣杯牌又还是只有一啊二，都在很前面，没有很后面，反而是比较物质的牌都给比较后面的号码，就告诉你说还没有，都还在后面，还在慢慢发展，还在等哈。你现在慢慢等，会等出结果，但是还需要再等。目前唯一的解方就是多跟朋友出去，多认识新朋友，他付出的速度才快。我再多翻看有没有一些鸡婆的讯号。这到10了哦，都没有哎。8是，确实是需要这里确实是需要转换一个新的局面。就是说你现在按兵不动，它就不会出现了，距离还是非常远。好，如果你已经看到牌，你被暗示，我觉得它就是要你去多出去啦，多出去，多出去，把磁场或什么改变一下，把你的内在的本质或什么强化一下。眼睛看的东西够多，听的东西够多，看的人事物够多之后，好像有一个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变数，来突破两个人现在距离很遥远的这个僵局哈。有啦，它是出现，那真的我觉得真的好远哦。哦，中间还有一些阻碍哈。唯一的就是多行动，多机动性一点，去打开你的生活空间哦，让你的生活空间的范围加大之后，它才比较容易触及到哦。请记得今天的题目是你心中想象的那个人哦，你心中想象的那个人，你心中期待的那个人哦，所以你自我的内在意念很重要哦。好，这就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大概就这样啦。现在这个时间点大概就只能做的事情就只有这样子，但是还是能够期待啦哈，因为时间还很长嘛，3到6个月时间，通常这样子变数都还很大。你花时间多出去，多去交朋友，多去认识朋友，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是有机会突破僵局的了哈。但是这个人确实还在跟你有一段距离在那边
哦，他也还没有认识到你哦，他还没有认识到你哦，他还不知道有你这个人存在哦。好，所以你再期待看看吧，3号的朋友，希望你不要气馁哈。然后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盘面的象征的诠释，希望给你一些比较开朗跟正面的方向感哈，跟未来保持的比较好的希望。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你来听。